在日常生活和职场中，我们总是面临着各种人性挑战，从如何理解他人的需求，到如何管理自己的资源与时间。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知识和技能，更依赖于我们对人性和智慧资源的掌控。社会阶层与人性，上层扶持、下层压迫的真相解析。在现代社会中，阶层的分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。无论是职场、社交圈还是家庭结构中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上层和下层人群之间的互动模式。上层人往往拥有资源和人脉，更倾向于彼此扶持、合作共赢，而下层人则面临资源不足、竞争激烈的处境，导致他们有时不得不踩着别人才能生存。阶层的产生往往源于资源的不均，例如财富、教育、职业机会等。这些资源的集中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扩大，使得上层社会拥有更多优势，而下层社会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则更为强烈。这种不平等的结构，让不同阶层的人在行为和人际关系上产生显著差异。在某科技公司，资深主管郑芳底下其中有2位员工，第一位雨婷，主管的表弟，虽然工作能力普通，但和主管关系密切，常一起喝咖啡，参加家族聚会。第2位小智，来自普通背景，认真工作，加班不喊累，默默完成所有交办事项，却少有机会在其他主管前曝光。有一天，主管郑芳交代2人各写一份企划报告，准备在下周向总经理简报。1周后，雨婷的报告只有大略架构，逻辑混乱，资料也不齐全。小智的报告则条理清楚，内容详实，还附上风险评估与3套替代方案。但郑芳的反应却让人意外，他翻着雨婷的报告，边点头边说这方向不错，有些细节再补上就更完美了。而面对小智的报告，郑芳语气淡淡的说，虽然你做得很完整，但感觉不够灵活，少了创意，下次学学雨婷的思路。简报当天，小智才惊讶地发现，自己报告中的关键资料、图表，竟被挪用进雨婷的简报里，而主讲人正是雨婷。主管郑芳全程坐在旁边，频频点头，甚至在简报结束时夸奖雨婷，你表现得很稳，很有未来潜力。而小智站在人群后面，心里满腹委屈，却无可奈何。会议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，那份报告真正的内容是谁写的。职场上有些人靠的是关系，不是实力，而真正努力的人常常只被当成垫脚石。这不只是偏心，而是一种深植在阶层之下的人性现实。2. 如何有效用人，发挥优势，包容缺点的智慧。要有效用人，首先需要识别出每个人的优势，这包括专业技能、性格特质、创意表现等。管理者应根据每个人的特质，安排合适的岗位和任务，让其才能得以充分发挥，而非要求所有人都具备同样的能力。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强调包容的智慧在于，不过分苛求他人的不足，而是学会接纳，并且在可接受范围内容忍。这种包容能够减少团队内部摩擦，营造一种理解与支持的工作氛围，进而提升工作效率。发挥优势和包容缺点都需建立在信任之上。当团队成员感受到信任，他们会更积极地投入工作，并且愿意在困难中支持彼此。管理者应该通过开放的沟通和坦诚的态度，逐步建立和维护这种信任。在某个团队中，如何正确分工，让每个人各司其职，发挥所长，达到1+1大于2的效果。这些实例不仅可以启发思考，也能够帮助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实践。3. 人际关系中的平衡，保持理性的期望。期望在人际互动中起着重要作用，它影响我们的满足感和情绪反应。合适的期望有助于建立健康的关系，而过高的期望则容易造成失望和冲突。不合理的期望来源于对他人的过度依赖或理想化。当我们期望他人能达到不可能的标准，容易对关系产生失望和挫败。
因此需要学会识别并调整这些期望，学会接受他人的不完美，并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对方的行为，这样可以减少对他人的控制欲，也能使关系更稳定。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互动模式，能帮助我们平衡期望，从而让人际关系更加真诚。当双方都有适当的期望和理解时，彼此之间的互动将更加轻松。4. 创意并非唯一，从需求出发的成功秘诀。成功不仅仅是创意的展示，更重要的是满足市场或客户的需求。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意更能满足实际需求，从而在市场中站稳脚步。透过市场调查、顾客反馈来了解需求，确保产品或服务符合用户的期待，这样可以增加产品的吸引力和价值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创意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价值。过度强调创意可能导致偏离市场需求，合理的将创意与需求结合，能让产品更具实用性和竞争力。5. 学会设立底线，善良与自我保护的智慧。没有底线的善良容易被滥用或剥削。设立底线并不是冷酷无情，而是为了自我保护，让善良变得更有价值。设立底线需要清楚了解自己可接受的行为范围，并在面对他人时坚定自己的界限，防止过度让步和妥协。坚持底线可能会遇到挑战，尤其是来自熟人或亲近的人。对他人的需求或要求，如果无法应付或感到不情愿，勇敢地说不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压力。设立清晰的界限，能让我们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学会在这些情况下依然坚持自己，才是真正的自我成长。6. 如何掌控情绪，内心强大的秘诀。情绪管理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技能之一，尤其在面对压力、挑战和人际关系时，拥有强大的情绪控制能力，能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。情绪激动时，大脑容易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，这会让我们难以理智思考。透过深呼吸或正念冥想，让自己保持冷静，能让情绪渐渐稳定下来。遇到情绪困扰时，不妨用正面积极的语言与自己对话，例如，这只是暂时的情绪波动，我有能力处理它。这样的自我暗示能减少消极情绪的影响。在面对困境时，尝试以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问题，从他人的立场或未来的视角来思考。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减少自我批判，让情绪逐渐平复。当被批评或误解时，不急于辩解或反击，而是先冷静观察自己的情绪，问问自己，这个批评有没有真实的依据，或是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？学会在批评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，放下不必要的情绪。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往往最能激发情绪，学会在此情况下控制情绪，可以避免事后的遗憾。以温和的语气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并适时的做出妥协，是化解冲突的有效方式。7. 远离负能量，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力量。有时，我们身边的朋友、同事甚至家人，可能无意中散发出负面情绪。这些情绪可以是消极的态度、批判的话语，或是持续的抱怨。我们的内心也可能是负能量的来源。持续的自我怀疑、内心的批判声音，甚至是对未来的焦虑，都是影响我们平静的根本原因之一。当周围充满负能量时，适当的给自己一些空间，这可能是短暂的休息，远离社交媒体，或是在一天中安排自己放松的时间，让自己有足够的空间恢复内心的平静。每天花几分钟进行冥想，让内心沉淀。冥想不仅能减少压力，还能帮助我们调整情绪，让自己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学会自立和自我肯定，避免过度依赖他人的情绪支持，能让我们在面对困境时更有韧性。不断寻求外界的认可，容易受到他人的情绪影响。当发现自己有消极的想法时，尝试以正面的语句来回应自己，我正在努力做得更好。这样能帮助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。
与正面的人相处也会激励我们，并帮助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理解人性并合理运用智慧资源，能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。无论是在职场中找到适合的伙伴，还是在生活中有效的管理时间与精力，当我们开始将这些真相应用于日常生活，逐步培养对人性的洞察力和资源的智慧分配，就能在不知不觉间提升自我价值，实现更丰盛且平衡的人生。